寻找长租屋，人品最在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今天分享我们移民厄瓜多寻找长租屋的经验，包括很多朋友关心的选址、噪音、安全问题，还有人品问题。相信这些温馨提示也能为你在拉丁美洲租屋时提供一些参考哦。新移民来到厄瓜多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可能会经常搬家。是啊，有时候是因为想改善生活环境，有时候是想体验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。租屋选址不当的话，会让每天都过得很艰难。那么，在寻找长租屋的时候，最重要考虑什么因素呢？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讲3次了，那就是地点。这个因素对日后生活影响之大，可能超出想象。出租房所在的位置关系到很多事情，包括但不限于交通、噪音、治安。那就是要选择一些富人区、住宅区之类的地点，尽量避开商业区吗？在厄瓜多，哪里是住宅区比较安全安静，哪里是商业区比较热闹方便，有时候很难一概而论。很多时候是犬牙交错的状况，很多地方都有旧城旅游区，住在这里会挺方便，但游客众多，小偷也随之而来，毕竟瞄准游客下手会比较容易。也有很多是新建的公寓楼、联排别墅区，很多本地人都是住在这里，通常治安都不错，但距离购物中心、超市可能远一点点哦。所以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，如何寻找自己的理想居所。那也是啊，这1年多在厄瓜多的生活体验，让我觉得这里每一个地区都有独特的地方，很难用传统概念来评判好坏，保持开放心态，不要以貌取房哦，这样寻找出租屋才会更顺利哦。下面来谈谈选择房屋地点有什么因素要考虑。首先是交通问题，这包括出行交通，还有日常购物方面。很多新移民刚来到厄瓜多时都没有买车，出门就要依靠计程车、公车或者双脚步行。对呀，我们刚来到厄瓜多昆卡的时候，就曾经住在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，每次进城办事都要坐计程车，有时候等好久都没有车，即使可以上网预约，但距离太远也未必有司机愿意接，弄得每次出门都让人很焦虑啊。后来租房选择在昆卡历史中心范围，这里有成熟社区、商业区，通过步行15分钟就能到达超市、银行、餐厅，完成生活大部分事情。当享受过步行生活圈的好处之后，都不会怀念坐车的日子啦。是啊，散步还能减压放松，市中心也很容易找到公车站，通常步行5分钟就能坐上轻轨公车，是很方便的啦。如果有固定上班、上学的需要，租房就不要距离太远哦。总之，要确保出租房附近有你所需的服务，可以很容易前往，这一点至关重要哦。是啊，这会让移民新生活更容易开始。选择住在城市里，就是希望享受各种生活便利，但也需要面对一些常见问题，那就是噪音。对啊，这可能是在拉丁美洲最常见的问题。听说很多外国人搬家都是因为意想不到的噪音啊。下面来重点分析一下，如何在租房的时候避免噪音问题。我感觉厄瓜多人对于噪音的容忍度比我们这些外国人要高很多啊。如果你问房东中介这里安不安静，他们都会说很安静，但实际上如何呢？就真的要看实际情况啊。对呀，这里的标准完全不同，许多人好像没有留意到马路上改装汽车的轰鸣声，或者邻居开 party 的音乐声，还有深夜一些意想不到的噪音哦。所以有些房东会在面对马路方向的窗户安装双层玻璃隔音，那噪音就会少一点哦。这么有现实的房东不多见啊，想要避免噪音，还是要看房屋的位置。如果出租屋的位置很贴近公园、教堂、学校、停车场，那这些喧闹的声音就会成为你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哦。对
对呀，谁不喜欢住在公园附近呢？日常散步、晒太阳、遛狗都会很方便，但公园也是最常见的噪音来源啊。广场舞、假期活动、庆祝节日都会发出震动玻璃窗的音乐，这些情况可能经常出现，甚至持续一整天，直到深夜。如果住得太靠近公园，那就要享受这些惊喜啦。还有很多教堂每天都会敲钟，从早上7、8点就开始敲，1个小时一次。如果你的生活习惯是早起了，那么钟声就不会太打扰了。但在礼拜日或者假期活动的话，有些教堂会有大喇叭播放音乐，持续几个小时也是很正常哦。很多教堂外面会有一个小广场，到晚上可能会摇身一变，有很多烟火爱好者在放烟花哦。是啊，在厄瓜多放烟花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何时何地都有可能感受到烟火气息。如果出租房对面有教堂的小广场，就要仔细考虑咯。学校离家太近也不会太好啊，因为上学放学每天都要来回2次，学校附近会经常人多车多，除了噪音，还会有经常堵车的现象。或许每天听着上下课的钟声，能让人回到青葱岁月，变得更年轻呢。呵呵，你幻想一下就好了。建议还是离学校远一点点啊，最好2、3个街区，能最大程度避免噪音，避免堵车啊。如果在看房的时候发现附近有块空地，看出窗外感觉视野开阔，也能少点邻居，这样应该就有个安宁的新家了吧。 Nice。这样想就大错特错啦，因为空地会随时一夜之间变成工地啊！每天一大早准时开工，整天都在切割木板、地砖、锤击石头。厄瓜多工人特别有节奏感，工作时候还会大声唱歌，感觉就像在摇滚音乐会啊！为什么我会那么清楚呢？因为我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啊。如果碰巧业主资金有限，中间还能享受一阵子的休渔期；如果业主资金雄厚，那么房屋建设就会持续1、2年呢。但空地也不一定会建房屋啦，也可能会变成足球场、停车场，甚至会用来养鸡。那么每天清晨的鸡啼声就成为你的私人闹钟呢？不用问了，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在旧城区有很多欧陆式百年大宅，住在这种房屋是种很特别的生活体验，但要注意楼上来的声音哦。很多房子是木地板、木楼梯结构，当有人走动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，看房时就要注意啦。对呀，要留意邻居是谁，看看附近会不会有 disco、酒吧或者小型工厂。在这些企业附近居住，肯定是不会安宁啦。如果邻居家有护卫小狗，那就有好听的了。有些会在日落时分定时叫，有些会在3更半夜伴郎叫。只要有一只在叫，就会引起附近的狗都呱呱叫。如果你在看出租屋的时候听到有狗叫声，最好晚上回来到附近街区走走看，听听狗狗合唱团的声音，看看你能否承受。噪音问题说起来都是泪呀。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历，我们都会看，都会回复哦。在拉丁美洲生活安全是个热议的大问题啊，新闻里经常听到入屋偷窃、抢劫事件。那我们如何选择安全社区呢？治安好不好，并非靠口号。在厄瓜多有很多新建的社区公寓楼采取封闭式管理，有些还配备24小时保全人员或者电围栏，通常会写着 urbanización， 那就是现代小区的意思。这些小区规模有大有小，有中高层公寓楼，也有低层联排房屋。
会有围栏把整个小区包围，这样确实让人增加不少安全感嘞。但很多小区楼租房都要收管理费，每月只10到100-200美元不等，要注意业主开价是否包括管理费哦。我觉得在厄瓜多生活，安全很靠个人态度，通过运用常识可以避免很多危险情况，但如果不注意周围情况，就很可能成为受害者哦。正所谓财不露眼嘛，无论在家里或者是走在街上，都不要张扬，让人感觉很有钱的样子。例如在光线差或者人少的街道，走夜路风险会很大，那租房子的时候就要避免选择昏暗的街道或者小路尽头的房屋啦。所以就有很多新移民喜欢住在外国人聚集的街区，觉得这些地方有钱人比较多嘛，那应该是安全社区吧。其实寻找所谓的安全社区是伪命题了，小偷是会知道哪里有钱人最多啦，有安全漏洞的富人区可能比所谓的平民百姓区有更多的偷窃案件。这可是刷新过往概念啊！安全还是不能靠别人，而是靠每个人一起努力的呀。对呀，多多跟邻居、跟街区的保全人员交流，打个招呼，熟口熟面，必要时互相提醒一下，才会有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啊。我看到有很多商家也是这样，发现有可疑人士来回出现的话，就会互相提醒，这个人可能是小偷呢。还有一个小 tips， 就是不要选择在车站旁边的房屋，因为公车的噪音非常大，还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哦。曾经有听说过，有些房东说会提供公用厨房，但后来反会不给用，租客毫无办法，只能搬走。有些说租金会包含水电费，但过一阵子就说你用量超支，要求多付钱。还有退租的时候说弄脏了这里那里，刮花了桌子，而要求支付清洁费、维护费，有些甚至不退还押金等等糟心事。唉，这些都是常见的陷阱啊！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这些潜在问题呢？无论在哪里租房子住，这个方法都给租赁双方最大限度的保障，那就是签合约啦。对哦，口讲无凭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这样做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刚才说的问题都可以写在合约上来得以解决。出租房产的详细内容、租金、押金详情、退租要不要清洁费用、租金支付日期、租约限期、续租条款、水电费怎么算，有没有包含家具、电器设备等等，还可以包括维修房屋的费用由谁支付，业主在什么情况可以进入房产，如何退还押金等等额外条款，这些都可以考虑写进合约。一般来说，在厄瓜多长租房可以签约1至2年，有些半年也可以哦。签约时支付第1个月的租金，还有1个月的押金。如果遇到要交2个月的押金，那可要警惕房东的人品哦。租房好不好，人品要看好。这话不无道理啊！看房的时候，除了要看房之外，记得要看房东哦。如果大家都有好人品，大家都按约定行事，那样不是更好吗？看来要运用吸引力法则，当个人品好的租客，那就能吸引人品好的房东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在厄瓜多寻找出租屋的事情，可以给我们留言哦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用 Super Fans 请我们喝杯咖啡啊！感谢你看到最后，移民要趁早，订阅对你好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